在探秘孟加拉水上市场的旅途中，一位骨瘦嶙峋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他带着年仅几岁的孙子划着小船卖芒果，询问之下得知已年过90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让这位老人独自带着孙子来讨生活呢？我们决定前往老人的家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塞尔维亚是一个面积非常大，现在就在保加利亚的威斯岛。我爷爷一直在等着我们啊！我这因为船上没人，他一直在等着我们。哦，我们回来了，爷爷。刚才我们跟那个老爷爷说好了啊，这个我们去他们家去看一看。然后他说他要买点东西。我们看那个老爷爷把船停到那儿了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？我们先去看看干什么呢？哦 ，OK。我的天啊！独木桥，你先走。没事，我走这如履平地啊，兄弟们啊！我们现在上岸了啊，它这里有岛，完了中间也能在这吃饭，你看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吃饭吧。我们一会儿吃饭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在这儿尝尝这个岛上的这个餐饮什么样啊？这爷爷怎么蹲这儿了？哦，他要给孙子理个发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一看他头发长了，给理发理。张公子买单。张公子买单没问题。要不要给他孙子来洗脸？你那个阿爽，赠送一洗脸。你跟他说让那个老爷爷和他孙子一起剪吧，我这老爷爷头发也很长。让爷爷一块剪吧。OK，嘎嘎，amne nanti di sini एकशे。这爷爷可能不舍得，你看他爷爷就光着脚蹲着。没事，跟我买单，我买单，我请。没事，爷爷你剪吧，爷爷头发长了。您剪吧，我出钱。啊，没事，你看爷爷往这一蹲，哎呦我的天啊，就蹲在人家理发馆门口了，太可怜了。这个剪发师好像不愿意给他们剪，轰他们走呢还。可能觉得剪不起头，然后阿爽跟他说我来。你看那老爷爷就蹲在这里。刚才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细节，这个理发师我给你学一个表情，刚才我没拍他这样。就这意思。那你们说什么意思？他还有2、3个客人啊，人这剪发呢啊，您给他剪，我来买单，好吧？我配，我给您钱啊，您给他弄好就 OK。Later， 兄弟们，我们又回来了啊！哦，正在给爷爷绞头呢。哦，孩子已经绞完了啊。对。喝吧。挺帅啊，小伙子啊，你看跳多帅。老爷爷已经剪完了啊，兄弟们啊，老爷爷剪完了，来，我给他付钱啊。OK，200。我们看看啊，爷爷绞头绞完了以后特别帅，好看。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船上啊，准备把爷爷那条小船给绑到我们的船上，完了一起走。随后，在老人的指引下，我们向着他家前进。没想到这一开就开了近1个小时。要是老人靠单桨划船，到底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从老人的目光中，我看出了无奈、困惑与今日的开心。兄弟们啊，经过了1个小时的船程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在这个1个小时里啊，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内容。阿爽，你帮我问一下，这个爷爷是早上起来几点出的门？我们看一眼啊，爷爷在这艘船上。装芒果的筐只有3个，我们遇到他的时候9点钟，他依然是3筐，也就是说，他出来这几个小时里啊，是没有卖任何东西的。我们再看啊，这儿呢，爷爷刚才买了2条鱼啊。这个爷爷早上起来呢，很早起来以后，把东西装到船上，他划着船以后到了那个市场，准备卖东西，但是卖了几个小时。什么都没卖，因为竞争力还挺大的，竞争力非常的大。如果今天我不买，很有可能他就会空手而归。然后今天我买了他这个3筐的芒果，买了以后呢，爷爷高兴了，带着孙子一起上岸，买了2条鱼。但是很多的疑团在我心里一直没有解开。第一，我们刚才去了这鱼市场，唯一带着孩子的只有他。而且他还是一个老人，90岁的爷爷带着一个孙子，那个孙子10岁。他的父母呢？对，这也是我心中的谜团。为什么要让一个90岁的老人来带孩子？而他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大家看我这个视频，你们觉得那孩子多大？对吧？刚开始我觉得他5、6岁吧，但刚才一问10岁了，10岁，长得像5、6岁一样，证明他的发育非常的迟缓。
到底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是吧？哎呀，哎呦，爷爷的家要走这个，他刚刚怎么过去的？他就这么走过去了。哇，兄弟们，非常危险！小心啊！哇，非常危险！我觉得不行，你把摄像机给我吧，你过不来的。我能过。我知道你拿着摄像机过不来，我来过这个啊。这真的非常危险，而且还高低不平啊！这把鞋卡这儿啊，太危险了。这每天出来进去回家，而且我这体重要一摁直接我就掉下去了。这要是老人掉下去，我估计这个就危险了呀。兄弟们，看看老人就是光着脚走，我估计他已经不习惯穿鞋了。哦，他这儿有鞋。哦，他不穿了，拿着走。在孟加拉啊，可能大家不知道，他们不穿皮鞋、运动鞋，他们都不穿，他们只穿拖鞋啊。因为这里不太适合穿这种皮鞋运动鞋。这边有一小村子啊。哦，住在这里啊。哦，这还有一个老人啊，看着跟他儿子差不多大。哦，这个是他的家吗？你看，哦，这还砌了一个新的台儿啊。哦，爷爷，这是您的家呀？哇，这很多蚊子啊，随随便便我就被咬好多个包。哦，这是刚刚那个孩子的妈妈吗？这是他妈呀？那个孩子的妈妈是他。哦，这是他妈妈呀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那他爸爸在哪儿呢？爸爸里边那个是不是他爸爸？里边哪有人啊？有啊，里面有一个大哥呀。你们刚才看到一个大哥是他爸。这不是吗？哦，兄弟们，你看穿红衣服那个。看这个小弟弟啊，对。哦，真懂事儿嘿。哦，就是他的有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孩。哦，谁呀？哦，他的哦，一个儿子一女儿。嗯。他有多少个孩子呀？他说里面有房站，让我们坐里面。没事。他有多少孩子？他有6个孩子。6个孩子。3个是女孩，3个是男孩。这个是小儿子是吗？最小的孩子吗？第2个是男孩，是他。哦，那这孩子多大了？30多岁。哦，那他90了，他50多岁才有的他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大的，他有6个孩子呢。他不是第2个吗？这是？不是男的第2个。哦，男的第2个。那总共他这是第几个孩子呀？那个第5个。哦，第5个孩子。第5个孩子。哦，那第1个孩子多大了？你们看看，爷爷的腮帮子很作了，很作腮帮子了。刚才我们跟老大爷聊了一会儿啊，他一共有6个孩子啊，老大女孩已经60岁了，最小的一个大概33岁，中间每隔3、5年呢他就生一次，他们这个孟加拉人呢，首先啊，他们娶妻子也是能娶4个，实际上呢他们是不限制的啊，只要你有钱你能娶，然后生孩子也没有限制。对于老人90岁来说，6个孩子还真不算多。我们先看一看他家里啊，他家里具有典型的这个海岛东南亚的气质啊，就是一个铁棚子，哎，这还有一个电扇啊，非常的，我觉得算是非常的整齐啊，非常的规整。你们看看，哇，这个蒜都这样了，啊，底下呢也是啊，基本上家里啊应有的基本也都有了。他们家呢，除了这间房旁边那个房子应该也是他们家的，要不然人肯定是住不下啊。哎，阿爽，你问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这个老人他自己一个人带着孙子，因为他这么大岁数了，有这么多儿子，为什么他要带着孙子自己去卖东西啊？因为他这个儿子也是其他的地方工作，因为那么多人一起吃饭的话，每个人都需要工作，就是工作的时候钱也很少。不够，所以他一会儿去这边忙。等于是儿子也是外出打工了，对呀，外出不在这儿是吧？对，相当于打工，但是钱挣的很少，所以他也得出去工作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啊，是。哎呦，那你问他一个月他能赚多少钱？这不是1,000这个多吧？1,000，他一个月挣钱1500、2000。
1500、2000。1500到2000，大概多少人民币呢？刚才我给他那个包船的时候啊，我给了他1500，这1500打卡呢就是100多人民币。也就是说，老人每天出去卖，有的时候能卖得出去，有的时候卖不出去，卖个40、50、70、80的，平均一天啊，如果他要天天去的话，一天也就挣50块钱打卡呀。你跟他说，住农村的人比住在那个打卡像那个贫民窟的人，其实他需要的钱要少一些，对吗？因为打卡里面的需要租房，他们买东西也是需要钱，油的钱、米的钱、菜的钱都是需要的。但是农村这边的，如果你有米，你看看这个米就是他的。刚才我看到那个这是米啊，这个就是米。不好意思，兄弟们啊，就是早上告诉我这没怎么在农村生活过。米的话，你可以生活，一般的都可以。这个是弄米的呀，这个就是我们米，但是这个就是装的。我们一会儿去看看。我以为是草呢啊。高粱。这个不是，这是高粱米吗？高粱米，小麦跟这个不一样。我认识小麦，不认识高粱。哎呦，我真是啊，我没有这么细致过。高粱米。这是他们家自己种的。对，家自己种，所以他们不需要那么多钱。就是你看看他们刚才说了1500、2000打卡就够了。因为为啥呢？他就是买那个药、买那个盐，还有几种菜就够了。因为他们有米。有米。他把这米啊，没有脱骨的米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做什么呢？烤的水上里面烤。开水里面烤了以后，然后再干，再晒干。对，干了以后，他们那个安排那个米。明白。走，咱们去他们家的那个卧室住人的地方看看啊。8个人住的地方啊。对，我们去的那个8个人住宿的地方看看。好的。OK。也是很整洁干净啊，兄弟们！一进门有2个床，右边一个，左边一个啊，也有电扇啊。中间没有隔的。也就是说，右边跟左边都能看见，都看得见，都看得见啊！早上起来能打个招呼。我看到他们的照片了。第二个就是这儿还有一个床，这个有一格的，这应该是女人睡的。然后呢，这儿有一个冰柜啊，这还真是不错啊，有一冰柜。后边还有一张床啊，怪不得8个人呢，一共是4张床啊，每一张床睡2人。而且每一个上头我看也都有电扇。还相对来说不错，还有蚊帐啊，还是可以的啊。但是你看它这个门上都有这个蜘蛛网。是，这确实啊，有蜘蛛网啊，它粘蚊子。他们这儿真的啊，主要就得靠这个蜘蛛网来去弄蚊子，因为蚊子太多了。住在丛林里，你们想想这蚊子能不多吗？这个看起来这是他老婆吗？我看起来就像他的女儿吧。兄弟们，这是爷爷年轻的时候啊，好帅啊！哇，倍儿帅啊，兄弟们。这位是他太太吗？他的老婆呢？他的老婆啊，去世了啊。对，他老婆看起来很小啊，比他小几十岁的。我看着就是他和他的那个老婆，这个照片，他老婆。这真的是他跟他老婆啊？对呀，他比他老婆大不少，但是他老婆现在那个时候呢，男人25、30岁的，女人就是13岁、15岁的。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应该也是70、80了吧？比他老婆大多大বয়সের সময় ধরেন 17, 18 হয়েছিল। ওই সময় আপনার বয়স কত ছিল? তখন 35 ছিল। 35。怪不得他的孩子跟他年龄差距这么大。他35岁才结婚，他结婚的对象只有14岁，大了21岁，所以他的孩子跟他的年龄差距都大。那天我们看到了一个90岁的爷爷，一个车夫，他的孙子孙女也都不大。那我想可能也存在着这个问题。刚才我看啊，这个小爽跟他聊了半天啊，完了，我希望，因为爷爷我们拍摄他有点紧张。然后让小爽呢，慢慢的跟他聊一聊，看看他的有什么心里话呀，完了在这生活的一些感悟啊，方不方便啊，还有家里是不是缺一些什么东西。刚才我问他了，他需要什么东西，就是他说他们有需要米，还有他们家不是自己有米吗？有，但是那个就是好几个月以后没有嘛。米是季节性等于是他收完这茬就没有米了。对。明白。两个月以后没有米，买油，那个油是吧？油，我们孟加拉这边油很贵，现在有1公斤200多大卡，比我们国内还要贵啊。对呀。
哦，没事，这边呢，没事没事。你问问爷爷想吃肉吗？他想鸭肉。哦，他想吃鸭肉。鸭子肉。大可，他想吃鸭子肉。鸭肉啊！哦，那这必须满足啊，必须爷爷啊，鸭子肉肯定让您吃上啊。您看看爷爷这手，哇，兄弟们，你们看爷爷这手，哇，爷爷这手真的是操劳一辈子了。想吃鸭子肉啊，必须满足您啊。这个老人家呢住在一个岛上，这个岛呢四周没有任何的市场。离得最近的市场就是那个水上市场旁边有那么一个岛，那个岛上有一些商店卖鸡鸭鱼肉，哎，有卖的我看到了，但是距离这儿呢船程有1个小时，而且那是一个早市，只开到早上起来大概10点左右，现在已经中午1点了，基本就全关了。今天肯定是买不到了，但是我们的行程比较紧，时间上不允许我们再来了，所以呢没办法，我还是想让老人吃到这个鸭子，所以呢我准备给他一些钱，我给您点钱。这个钱您拿着，买点鸭子，买点米，哎，买点米、鸭子、油，您买点这些东西。那个，你跟他说啊，这钱是给他的啊，这钱是给他的，让他给自己多买点营养。你看爷爷瘦的哟，你看爷爷这嘴都作腮了，让他多吃点好的，好吗？这爷爷非要给我们送肉，真觉得爷爷太客气了。要不是因为真的行程紧张，我必须亲手把这个鸭子给爷爷送到餐桌上。兄弟们啊，我们的造访赢得了这个全村人的尊重，全村人都跟着我们出来送行啊！好了，爷爷您赶紧回去吧啊！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再活一个90岁，拜拜。